萧初然见马兰态度坚决，虽然心里多少有些无奈，但他略一考虑，也觉得妈妈留在美国确实不如回去更方便自在。更何况自己每周要上5天课，其实没什么时间陪她，到时候肯定还是给叶晨添麻烦。所以他便开口道：妈，后天周五我下课之后咱们就开车去纽约，我给你订周日的机票。太好了，马兰一下子激动起来，脱口道：你快帮妈把机票订了，别回头卖光了。一旁的叶晨这时开口道：妈，我帮你订吧。马兰忙不迭地点头：好好好，谢谢好女婿。叶晨也是干脆，立刻掏出手机，找到周日从纽约回国的航班，随后便立刻给他买了一张机票。马兰很快便收到了航空公司发来的出票信息，在看到机票已经确认之后，马兰开心的兴高采烈，就好像一个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，终于有机会要回家了一样。随后马兰小心翼翼地将叶晨送给他的那条女神之梦项链收了起来，随后对两人说道：哎呀，我还跟人约了要去暴走队呢，马上要迟到了，你们小两口赶紧过过2人世界吧，我先出门了。说着不等两人回应，便赶忙换上运动鞋离开了房间。马兰走后，萧初然有些疑惑地对叶晨说道：老公，你有没有感觉我妈的状态好像有点不太对劲？不对劲？叶晨好奇地问道：你觉得妈哪里不太对劲？我感觉很正常啊，她不过就是归心似箭而已嘛。萧初然非常认真地摇了摇头，表情略微有些凝重地开口道：不是回国的事情，是你送妈的那条项链不太对劲。项链？叶晨更加不解，那项链是专柜买的，不可能有假呀。萧初然忙道：傻老公，我当然不会怀疑你买假货啊，我只是说我妈对待你那条项链的态度不对劲。说着他一本正经地分析道：老公，你看我妈的性格我最了解，但你应该也很清楚，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爱显摆，别说你送她一条项链，你就是送她一张值钱的沙发，她都恨不得能抱着上街，可你刚送给她一条这么贵重的项链，她竟然没有立刻就戴上，而是把它收起来了。这难道不奇怪吗？叶晨听到萧初然的分析，不由得对自己这个傻老婆刮目相看。看来萧初然对他这个妈妈真的是绝顶了解，以马兰的性格，有好东西就绝对不可能藏着掖着。所以马兰刚才把自己送她的项链小心地收好，这种行为在她的身上确实有些反常了。不过叶晨却很清楚马兰为什么会这么做，究其原因，无非就是因为自己刚才说了一句成色越好，卖2手就越值钱。估计马兰是一下都舍不得戴，想拿回去当全新的卖个好价钱。于是叶晨便笑着对萧初然说道：我分析啊，妈可能是觉得现在太晚了，就算是带出去别人也看不出来，而且她是去参加暴走队，运动比较剧烈，也不适合佩戴首饰，你就不要多想了。萧初然摇摇头，认真道：我觉得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，你等着看我妈明天戴不戴那条项链，如果她明天还不戴，那我估计她是想把这条项链卖掉。叶晨没想到萧初然竟能把马兰预判得如此准确，便笑着说道：哎呀，你就不要操这么多闲心了，既然是送给妈的东西，她怎么处置是她的自由，我们无权干涉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妈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，不信的话，等咱们回国的时候，你看她还这条项链还在不在就知道了。萧初然不禁叹了口气，无奈道：我也不想干涉她的事情，只是她这个人有些时候做事确实很让人失望，这条项链毕竟是你送给她的，希望她不要唯利是图地把它卖掉。叶晨笑道：
放心，等咱们回去之后，这条项链肯定还在。萧初然不知叶晨为何这么肯定，不过这种假设的问题也不好讨论太深，于是便点了点头，感叹道：希望如此吧。此时此刻，纽约费家。自从费可欣与叶晨乘坐的飞机从港岛起飞，费建中就一直在家里焦急有期待的翘首期盼着，这一盼就是一整天。费建中虽然靠着叶晨给的半颗散血救心丹成功续了命，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当初已经濒死，过半药效估计都耗费在救命上，而非续命。这也是为什么叶晨当时说这半颗药能让他多活1年，最多2年的原因所在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费建中心里早就开始给自己的生命倒计时，他把大部分希望都寄托在了明年的回春丹拍卖会上，但是他心里对此也多有忐忑。毕竟自己现在已经不再是费家家主，当初自己是费家家主的时候都没能成功拍下回春丹，而现在自己已经退位让贤，明年的情况还尚未可知。他虽然不怀疑费可欣的人品与孝心，但他却担心明年的回春丹价格会比今年还要高，甚至高很多。如果真的高很多，那就算是费可欣愿意出钱，恐怕也是力有不逮。所以这次费可欣去港岛帮叶晨解决陈兆忠的事情，让费建中看到了一丝希望。他自认比较了解叶晨的为人，一般来说他不会欠别人的人情，而且很多时候他都是人敬他1尺，他敬人1丈。费可欣作为费家家主，这么大老远跑过去，想来叶晨多多少少也应该有所表示。费建中也不敢奢望叶晨能送费可欣1颗回春丹，不过若是叶晨能送他半颗散血救心丹，那对自己来说也是多了1-2年，甚至2-3年阳寿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好，脑子里想的全是散血救心丹，甚至今天一整天都有些茶饭不思。中间有好几次他险些忍不住就想打电话或者发信息问问费可欣，但一想到他应该全程跟叶晨在一起，所以就只能等着费可欣回来后亲自给自己揭晓答案。费可欣乘坐的飞机先是将叶晨送去了普罗维登斯，随后又从普罗维登斯飞纽约，一起一落，再加上中间的航程，耽误了差不多40分钟。当听说费可欣的飞机已经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落地的时候，费建中心里就更加忐忑。原本他是很想去机场接机的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揭开谜底。可是一想到自己这个孙女本就聪明过人，而且极其擅长观察细节，所以他生怕自己的行为会让费可欣有所察觉，于是便只能强忍冲动，待在家中焦急等候。当管家跑来告诉他大小姐的车队已经进了正门之后，他整个人便再也按捺不住，连忙对管家说道：快扶我去外面迎接。